N8N 的创办人 Jan Oberhauser 本来打算把这个工具取名叫 Node Matching。Node 代表是用 Node.js 开发，而且强调节点视觉化界面，而 Matching 则是取自 Automation 自动化的意思，所以合起来就是节点自动化。不过他觉得 Nodemation 这名字太长，于是他把中间的8个字母以数字8代替，所以就简化成了 N8N。这和 Kubernetes 简称 K8s 是用同样的命名方法，叫 Numeron 英数字缩写法。Jan还提到创业初期，他透过网络外包平台 Fiverr 花了75欧元，请人完成 logo 设计。而整体 UI 设计则花费了约250欧元。他认为这2样小额外包非常有助于 N8N 在初期的成功，因为这让产品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专业的产品，而不是某个人坐在厨房餐桌上做的东西。N8N 的定位。在入坑 N8N 之前，有些事你一定要知道。在官方文件里面清清楚楚写着 N8N 可以帮你把任何有 API 的应用程式跟服务串起来。注意，重点是 API。API 是透过 HTTP 请求在不同 Web 服务之间交换资料，而 JSON 是 API 最常见的资料格式。所以在这堂打通初学者任督二脉的课程开始之前，你至少要先略懂 API 和 JSON。举例而言，如果在公司每天早上你必须搜集全球产业相关新闻并做重点摘要，然后 email 给各主管， N8N 就适合自动化这种工作。N8N 擅长的是连接网络服务，整合云端工具，处理 API 资料，强大的 AI 整合能力。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操作桌面软体，填写表格，点击按钮，办公室软体操作，那你需要的是传统自动化软体 RPA。自动化工作流框架透过5个核心逻辑。1. 触发。触发器是工作流程的起点，当监听的事件发生时，例如接收到 HTTP 请求、定时排程到达、电子邮件传入等，触发器会启动后续的节点执行。2. 连接。内部连接定义资料在工作流中的流动，展现资料会从一个节点传递到下一个。外部连接。外部应用程式或 API 建立安全连线所需的配置和凭证管理。3. 资料。将来源资料调整为标准结构，或根据下游节点的需求进行资料处理及转换，例如将 JSON 转换为 HTML 输出。触发、连接、资料，再加上测试及启动，5个核心元素构成 N8N 的主要框架及生命周期。N8N 的另一重点是无程式码，要做到 No Code 并不容易，这也是学习曲线陡峭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将展示一个无脑 No Code 流程，以对资料处理节点的公式化操作实现无程式码。稍后的范例将会详细介绍。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问，现在谁还自己写程式码？写程式码、写 workflow 不都是 AI 的事吗？甚至还有专门帮你写 N8N 工作流的 MCP。没错，如果你对 N8N 工作流还有程式已经有一些基础，那用 AI 工具来开发确实超省事。但是如果你还在新手村，想直接超捷径，结果通常会变成 AI 玩你，不是你玩 AI。举个例子，像我这个工作流，每天会自动把 AI 新闻寄到我的信箱，里面那小小一段程式码，其实也是 AI 帮我写的。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你完全不懂背后的原理，哪天想要修改或是新增一些功能，你会发现光是跟 AI 沟通，就要耗掉一大堆时间，而且结果还不一定是你要的。另外，如果真的打算自己写程式码，说真的，也不一定非得选 N8N。所以无程式码或低程式码是选择这个工具的第一个关键。在实战之前，我们先谈对于初学者的部署和安装。N8N 是佛心公平软体，个人使用免费，在官方云端部署虽然是个最佳选项，但使用官方云端资源需要付费，只有14天的试用，积蓄每个月至少要付20欧元。对于一个初学者，一个在下班或假日还在刻苦学习的人，14天显然不够。所以初学者的最优先选项应该是本机安装。本机安装有3种方式 ：npm 全域安装、npm 指定资料夹安装和使用 Docker 安装，都非常简单。但若你没有装 Docker， 建议选一种 npm 方式快速安装。安装说明网址放在说明栏。接下来进行实战案例，每天早上6点半自动执行，抓取天气预报，抓取空气品质，抓取最新新闻，再用 Line 自动推播给特定人。另外，我们会学到从触发到启动的完整范例、资料标准化、无程式码技巧。工作流一开始要设置触发器节点，也就是这个工作流要用什么方式触发。有好几大类的触发器类型，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按右键选择英翻中。按照我们的需求，每天早上6点半自动发送讯息，应该选择1排程触发。但在测试阶段，我们使用简单的手动点击触发。先处理天气预报，从台湾中央气象署 PI 取得资料。这中文有的翻得怪怪的，我们还是切回英文。我们需要连接 HTTP request 节点，发送 HTTP 请求。这个节点是通往 Internet 的钥匙。Method 栏位可以选择各种 RESTful API 的方法，设置各种选项，包括代理伺服器。基本上它可以当成高度可视化的 API 测试工具，取代 Postman。我们输入中央气象署的 API 网址和 get 参数。本较长的所有 API 介绍连接都附在说明栏。执行这个节点，它会回传台北市36小时的天气预报的 JSON 资料。接收到 API JSON 后 ，N8 会把它转换为 JavaScript 的阵列和物件的资料结构，并在 UI 上以3种视图呈现。Schema 视图是资料结构的蓝图，重点在资料栏位的型别定义和结构化显示。Table 视图是 JSON 资料的表格化，也是 N8 资料标准化的核心。我们今天试着把它解释清楚。这是一个基本 JSON 物件，表格化呈现会将第一层 T 当成栏位名称，岛屿当成栏位的值。我们再看另一个 JSON， 这是物件阵列，它是 N8 处理资料时最核心或说最喜欢的 JSON 结构，因为它最容易表现出扁平化的 Table 视图。JSON 内的一个物件对应一个列，被称为一个项目 item。在这个例子中，阵列内有2个物件元素，所以共有2列，也就是2个 item。而 T 和 value 组成栏 N8 对资料的操作，本质上就是在对 items 进行迭代处理。回到我们的范例，为什么 table 视图会这么混乱？又为什么只有一个 item？ 我们看看 JSON 视图，其实这个 API 只回传一个大型物件，视图中的资料并非 API 的 JSON 原貌，而是 N8 进行标准化强制将资料包装成物件阵列的结果。它只会用物件第一层的键和值生成栏位，但第一层的值有包含潮状物件，一个小栏位要放入潮状物件，势必导致表格的混乱。另外，这个阵列就只包含一个大型物件元素，所以只会显示一个 item。这个 API 会回传36小时的气象预报，但分成每12小时一次，共3次。在早上6点半，我们只需前2次的资料就能得到白天和晚上的预报。资料还分为天气概况、降雨几率、最高和最低气温及舒适度指标。在连接下一个节点前，我们为节点重新命名，增加可读性，并使用 pin 功能把 API 节点的输出固定下来。这样，在开发或测试流程时，不用每次都重新执行前面所有节点。N8 内建的 line 节点只有 line notify， 这功能已无法使用。现在要传送 line 讯息给特定人，只能用设定较复杂的 line message， 一样要使用 HTTP request 节点，更改节点名称。这个 API 请求较复杂，我们直接使用 import CURL 功能，复制现成的指令贴过来。这样 post 参数会自动设定好。我们只要修改 token、user ID 和我们要送的文字讯息，将我们要的资料栏位用滑鼠拖页的方式带入要发送给 line 的 JSON 格式里。JSON 格子太小，按右下角放大。拖页过来的资料栏位会被双大括号包住，叫做表达式 expression。表达式是用来把资料动态嵌入的 JavaScript 语法。任何可以合法放在复制运算子等右侧的 JavaScript 程式码都可以作为表达式。我们的字串变数名称很长，并且要在双大括号内串接多个变数和固定字串，非常耗时且易出错。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干脆用抠节点写程式还比较快。我们换个方式，我们的需求很明确 ，line 文字讯息给特定人，这个文字讯息由物件阵列内的字串加上固定字串组成。好，现在注意这个操作，绝对没有人告诉过你的 no code 秘诀，使用 HTML 节点来整理字串变数。
HTML 节点会预设一个 HTML 模板，而我们要处理的是纯文字。将这个模板清空，不要用任何 HTML 标签，就等于纯文字。打上固定字串，拖页我们要的变数，按 Enter 换行。非常简单，不用处理表达式内的字串引号、相加和换行。点位法的变数非常长，但没关系，用滑鼠拉即可。测试看看，查看输出的 JSON 视图，已经自动帮我们将物件阵列中的字串都处理好，还包括换行的控制码斜线 N。继续将我们要的文字资料处理好。白天和晚上的天气预报、空气品质。再传接回 Line API 节点。现在的 import 就是个单纯字串而已。将之前的字串处理删掉。注意，我们的资料流本质都是 JavaScript 的物件阵列，我们必须使用表达式 JSON Strangify 方法，将资料转成真正的 JSON 给 API。这是我们唯一会用到和程式码有关的东西。执行看看。正确传送天气预报资料。接下来我们用同样方法，快速处理空气品质 API HTTP 请求。回传一样是复杂的槽状物件。HTML 节点处理文字，我只需要其中一个栏位。现在有两个资料流，也就是说有两个物件阵列，必须合并成一个才好处理。使用 Merge 节点的 Combine 功能进行合并。Combine 是做横向的合并，这里有一些复杂的选项。我们选依据 Position 合并，目前两个输入，将两个输入连至 Merge 节点。这两笔输入资料的键值名称都叫 HTML， 会导致合并后只有一笔资料。要选 Clash Handling 栏位名称冲突，将两个同名栏位都保留。资料已合并在一个物件阵列里，但有3个键值，也就是3个栏位，我们必整理到一个栏位，方便传讯息的 JSON 处理。你可以选择 Set 节点去处理栏位，但是用 HTML 节点更方便。清空模板，拖页变数，输入固定字串。完成。将 Message API 节点连接回来。一样用表达式 JSON 字串方法，然后拖页栏位进来就完成了。传送空气品质讯息成功。最后一个需求，传送新闻。我们新闻资料源选择中央社的生活新闻 RSS， 这不需认证，将网址贴过来即可。RSS 通常回传 XML 格式，会自动标准化为物件阵列。但是这个 RSS 一次回传20笔新闻，共20个 items， 用表格视图查看，会看到20列的资料，每列有好几栏。定住输出。20笔新闻太多，我们取3笔就好。使用资料处理内的 limit 节点，将输出缩减为3笔。现在我们输出是3个 items。如果我们直接连接到 merge 节点，去和其他一个 item 的资料合并，会只有一个 item 被合并。如果我们直接连接到传送讯息，它会自动迭代传送3个讯息，而不是一个。所以我们必须将3个 items 聚合 aggregate 为一个 item。
这是另一个 No-Code 秘诀。使用 Aggregate 资料聚合节点，直接将多个元素的物件阵列处理为一个元素的物件阵列。这个节点还有整理栏位功能，选择我们要的栏位，并能重新栏位名称。这里我们只需新闻网址，因为 Line 会自动判断出网址，并输出成适当的形态。3个 items 转为一个，实际上是转变成阵列化的单一元素。Merge 节点的 combine 数目改为3。现在我们可以连接到 Merge 节点了，3个资料流都是一个 item。combine 后仍是一 item， 虽然有重复的资料，不过没关系，我们会再用 HTML 节点整理。将3个新闻网址拖进去 HTML 模板，其实都是纯文字，并且会自动处理字串和换行，太好用了。最后将这一整串文字资料传送出去。建制名称都和之前一样，不用动。输出结果已符合要求。白天和晚上的天气预报、空气品质、生活新闻都有了。整个工作流的节点连接、资料整理和测试已完成，将点击触发改为排程触发，每日早上6点半自动送讯息。我已将有定住的资料解除，重新连接好。修改工作流名称。正式启动工作流。这是这个工作流的设定提醒，它提醒未设定错误通知和执行的追踪保存。我们在工作流设定进行检查。时区很重要，一定要对，不然和时间相关的设定与变数都不会正确。错误通知、执行成功或失败的 log 记录，这些依需求设定。如果工作流执行超过多久的时间自动中断。我这里设5分钟，没执行成功就停止。记得工作流存档。整个专案已完成并上线运作。总结我们的学习，我们没有写程式将3个不同的云端服务合并到 Line 的自动输出。我们利用了 HTML 节点处理文字资料，当然这也可以处理 HTML 资料。利用 Aggregate 聚合节点将多 item 转成一个 item 资料。利用 Merge 节点的 Combine 功能合并3个资料流。这整个架构适用于少量资料的输入，一次性的文字或 HTML 输出，比如讯息传输或 email。一旦我们会使用这些节点，我们所花的时间不会是在 M8、N 的节点串接，而是在云端服务的认证和这些服务五花八门的 JSON 资料上。最后，我们待续的是云端部署大量或 table 形态资料的 No-Code 处理，使用 M8、N 的另一个重要关键 AI 节点的应用，以后有时间再详细说明。感谢观看，请订阅分享。